我操，太猛了！企鹅这么断了，你看多猛！Hello， 兄弟们，又来大沙漠了。那这次呢，我们开的是我身旁这台全新的，也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山海 T2 4驱版。那这次呢，我们会挺进巴丹吉林大沙漠的深处，然后去挑战这里比较有名而且难度很高的书记锅。我发现我们这个月真的是干了挺多事儿的。先是开着瑞虎8L呢，去了塔克拉玛干啊，去重走了环塔拉力赛的沙漠赛段。然后呢，又开了瑶光 CDM 电四驱，去青城山体验了它的越野能力。所以这一次我们在巴丹吉林，你们觉得这台全新的山海 T2 表现会怎么样？现在开始往巴丹吉林的腹地挺进了。那在进沙漠之前呢，我们已经把胎压放到了 1.0 巴左右了。那更软的胎面呢，在沙漠里呢会更好行走一点。还有在沙漠里切记的一点啊，一定不要独行，一定要和团队一起，因为在这里很多地方基本上都是一点信号都没有的，完全的无人区。如果你发生什么突发情况呀，或者是陷车了之类的，你只有一个人的话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们走了这么久啊，我发现这个巴丹吉林的沙漠好像比塔克拉玛干的要硬一点啊，所以在相对平整的路面区行驶的时候啊，还是比较好走的，和戈壁路呢没有太大的区别啊。但是如果遇到了一些起伏啊比较高的沙峰的话呢，还是难度挺高的。这也是我惊叹的一点，这山海 T2 4驱版它的这个突破性能未必也太好了。虽然我是第2次来沙漠，但是通过这些沙峰的时候，这台山海 T2 4驱，你挂到沙地模式的时候，只要给一点点油门就上来了。那我们这次挑战的是巴丹吉林当地比较有名的书记锅。那其实除了锅这个名词之外，在沙漠里还有一个名词叫做鸡窝，听起来感觉好像有那么一点点辣，但是其实鸡窝它的深度包括难度也是挺大的。那我们在去往这个书记锅的路上也会经过很多的鸡窝，如果这台山海 T2 在那儿就趴了，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返程了。已经迎来第一个鸡窝了，我去，真的管这叫鸡窝吗？这个锅也挺陡的呀，而且高度也挺高的呀。直接给油门往上跑，走你，走兄弟！这就上来了，我感觉也没啥难度啊，而且我刚才油门都没给全。那在这就不得不夸夸这个山海 T2 4驱它这一套动力系统，它是由4个动力源以及一个3档变速箱组成的。哪4个动力源呢？一个 1.5T 专用发动机啊，一个 P2 电机，一个 P2.5 电机，还有一个 P4 电机。它的最大功率呢是455千瓦，最大扭矩920牛米，比很多这个 3.0T 的传统的这个硬派越野动力还要强。所以在爬坡的时候，这么强的动力储备，就会感觉挺轻松的。那还有就是捷途它自研的这一套 X 智能4驱系统啊，那除了扭矩分配范围比较广之外，它还有后桥的牙嵌式锁止结构，所以在挂上后锁之后，它的通过性能会更强。我们已经到书记锅了，兄弟们，但是我刚才看了一眼，这也太陡了吧！我的天哪，这简直就是3座大山之间围了一个坑。我从上面站着往下看都感觉好怕人。那这个环节呢，就交给教练开了，毕竟我充其量只能算个越野小白，那我的能力对付这个锅肯定是不行，所以接下来就交给教练。看见下面那个小白点没？就是我们那辆山海 T2 的4驱版，大家伙自己看看这个书记锅有多陡啊，非常夸张，人根本就走下去都很费劲。我去！直接爬上来了，看看。我靠，太猛了！
都断了，你看多猛！这么陡的地方就这么直接就上来了。反正不管你们觉得怎么样，作为亲眼看到的我，真的觉得它挺牛的。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进入到了巴丹吉林的腹地了。这一路呢过来也碰到了一些其他车辆，基本上就是牧马人、猛禽，而且没有一辆素车，全部都是经过改装的。而我们这台山海 T24学是完全的原厂素车，所以事实证明能来到这个地方，它已经比很多同级车要强了，更别说还挑战成功了难度比较大的书记锅。所以它不仅可以兼顾你的城市出行，还能带你去到很多不一样的地方，这点儿其他同级的 SUV 能做到吗？那还有就是，不管是我身旁这台山海 T2也好，还是我们之前试的瑶光 CSM 电4驱瑞虎 8L 也好，它们的发动机、变速箱甚至4驱系统都是全站自研，而且事实证明它们的表现都特别的良好。作为一个国产品牌，我们应该给它点个赞，不是吗？